接下來關心美軍無處可退，今天要特別來關心到的是大陸的東風17、東風27鎖死了印太地區，彈藥庫說現在藏在澳洲哦，也躲不掉了。中國的火箭軍已經橫掃，已經到了第3島鏈去了。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了解。好，來關心到的是美軍最新的證實，也就是說呢，他們接下來要在澳洲來建立這個永久性海軍陸戰隊備戰武器庫。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我們這個原因，我們先來看到是過去美軍他不斷的強調要在前沿地區來部署這些兵力跟裝備，尤其最重點的就是說要靠近這種可能發生區域衝突的地方。但是他現在為什麼突然間要把這些軍備全部向後往澳洲的方向去移動呢？現在呢，理由也直接給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答案，就是因為美軍現在認為了，不管是在菲律賓或者是關島這些前線基地，已經完全被覆蓋在中國導彈的射程之內了，讓美方非常的擔心，所以他們決定現在要退到澳洲。他認為這個是一個相對安全的後方位置，可以在這邊來進行相關的武器的部署。這個是美軍在澳洲的最新部署。我們來看到美軍在另外一個地區亞洲國家薩德，也就是南韓的薩德的最新部署，大家還記得嗎？當時這個薩德哦，因為有各式的戰爭，也就是美伊戰爭的時候，他撤出了他的6輛的薩德發射車，在這個期間就全部把它移出去了。但是現在確定了，這6輛車又全部的移回去南韓了啊，放在的地點就是新洲基地。意思就是說，接下來要放在中國大陸的家門口來恢復對於中國的完全作戰，可以這樣子做解讀嗎？我們先來看到，節目一開始先關心美軍說部署澳洲是他要強化他的後勤，但是實際大家也在解讀是不是一種戰略的大撤退，代表說現在看起來守不住第2島鏈了，已經要往第3島鏈去走了嗎？謝大使怎麼解讀？对，其實美軍這種部署已經因為中國大陸的這個遠程打擊武器啊，還有就是兵力投射的能力的加強啊，所以它已經做了很大的戰略調整。整體來說就是火力向前，兵力向後。就是說要打起來的話，說實話不是美軍上第一線，就是說在這個第1島鏈甚至第2島鏈的這些國家的人上第一線，美國在後面，遞槍。地彈啊，地刀，什麼都遞，就是讓你們上去打。然後呢，先消耗你們，然後再去考慮消耗美國，這個是一個大的戰略。那在川普的整個的這個全球戰略裡啊，美國的基本上的國家的安全戰略就是，這個所謂的西半球，也就是整個的美洲啊，從這個北極到南極這個地方，就是美國的什麼禁臠，不准有外國勢力進來。進來的話，我就要把你擠出去，這裡面也不准有反美的國家，像這些委內瑞拉就把你解決掉，再接下來誰？再接下來就是古巴，美洲這一塊地上有反美國家的話，那是不允許的啊。然後美國要靠一個怎麼樣？靠一個鑽石一個罩子，然後把這些從海外兩邊打來的任何的攻擊性武器把它攔住，這就是美國人的。尤其在川普的時候，更強化的一個美國防衛跟美國安全戰略。是。那所以第1島鏈、第2島鏈就變成美國就是說，美其名就是說，你們這個國家不能再靠美國保護了，你們要自己承擔更多的這種防衛責任。那其實就變成就是說，你們以後如果說跟中國大陸的軍隊如果有接觸的話，你們自己要靠自己力量自己要撐住我會給你武器，可是呢，你們要跟我買，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意思。不過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其實就在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面，過去20年時間，中國大陸的很多的這個武器發展，基本上都有很深遠的這個布局。第一個就是長程導彈系統、洲際導彈系統，中國大陸從東風41出來以後，大概就已經怎麼講，就已經很篤定了。那前2年的這個大閱兵裡面，沒有東風51，東風61直接出來了。那也就是說，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中國大陸的洲際彈道飛彈都可以打得到，而且呢，它都是一個彈頭打上下來就10個分導的彈頭，那10個下來的分導的彈頭呢，又可以做什麼變軌的，所以是無法攔截的。那除此之外，對周邊國家
就是中程導彈，就東風系列，東風17、東風21、東風多少31，這些是非常完備的。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美國現在就跟我剛剛講的那整套的戰略就在改變。那所以就变成就做美國的盟友，現在要注意哦，不是美國保護你哦，是你要在第一層，你要保護美國，用你自己的軍人，用你自己的國土來保護美國。你做第一層的尖兵保護美國，美國只出錢、只出彈藥，不出人的、不出人。好，所以我們看到美国的擔心是来自於哪裡？剛剛大使也特別幫我們提到了這個中國大陸它祭出的各種的東風系列的導彈。那今天帶觀眾朋友先來看到2款是不是已經正式都已經現身的導彈？第一款就是央視自己罕見的公布的，今天趕快來看到的是東風17了，實彈發射的畫面，央視就直接的公開。那麼多輛的發射車在公路上面是一字的排開，展現這個隨打隨走的能力。先來看一下東風的一些小檔案，包括呢射程最高2000公里，速度10馬赫，彈頭呢是这種沉坡體的高超音速的滑翔彈頭，它的能力就是 S 型的這種機動突防的能力。這個是東風的17，再來看東風27，它是原本這個東風26所做升級版嘛，疑似是已經批量服役了嗎？射程最高達到8000公里哦，又比東風17再更升級。那現在已經說可以達到第2島鏈的關島、西太平洋地區、亞太海上機動目標都可以。澳洲智庫最新警告，如果呢中國在南海這種人造的人工島上面部署東風26，射程可以直接打到澳洲的北部了，是不是會改變整個印太的格局？幹哥怎麼看？央視公布這個畫面有它的意義，為什麼？因為火箭軍的前身叫做2炮部隊，是在1966年建制的，到今天剛好滿60週年，所以放出這段影片，其實某種程度上的意義就是在告訴你說，其實我們的東風17已經能夠做到無依托作戰，就是在野外，而且可以機動作戰。這個老實講一句，機動作戰雖然不是新名詞，可是對於這種高超音速導彈，是第一次聽到，為什麼？因為你還是要有依托，你要有後勤，你要有一堆車跟人去跟着它。但是現在東風17它可以做到，它可以在公路上面隱蔽或機動，這不太容易。為什麼呢？因為高超音速導彈從來都是被認為比較重要的資產，所以他們今天能夠做到這邊的話，你要知道這飛彈東風17，它現在已經它的作戰高度是9萬英尺，也就是大概3萬公尺的高空，比我們一般的民航機要高3倍。它打下來的時候是10倍音速。通常來講，理論上是沒有東西可以攔的。我們現在以剛剛所說到的薩德就是終端高空防禦系統，這種系統理論上可以攔得到，但是沒有經過實戰，永遠美軍也不敢這樣講說一定攔得到。好，所以放出這段影片就是告訴你說，我們的飛彈你找不到。以前也許東風舊型的飛彈，它在發射初期，因為它什麼？它是熱發射，所以近地衛星早就一覽無遺了。因為你有熱源，所以一看就看得到了。是。那可是現在，對不起，東風17是冷發射，所以它不會有熱源，你根本看不出它在哪裡，所以你沒有辦法鎖定。這就是它技術進步的地方。再來，東風27，它其實是東風26的進階版。那東風27的射程最遠達到8000公里，已經可以確定可以把關島的第2島鏈涵蓋在射程範圍之內。所以說，東風27，老實講一句，是比較令美國忌憚的。為什麼？你現在都必須要往後退？為什麼？就是你往後退，退到澳洲一線的話，那才會比較有保障。所以，澳洲的智庫會認為說，如果今天中國在永暑礁或是美濟礁上面部署的話，它一樣打得到墨爾本，這就是最忌憚的地方。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這次2炮部隊的影片出來之後，這2種飛彈可以告訴你說，將來是解放軍火箭部隊的作戰主力。而美國呢，它相對因應的方法是什麼？到現在看不到。我們也許在下一個會計年度可以看到美國專門對付這2種飛彈的新計劃出現，也不一定。
好，這個是東風系列，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它現在在備戰哦，準備的這個東風系列導彈。那再來整體的大框架上面，它也有一個新的戰略，因應的就是它以這個2030年可能爆發大規模戰爭為前提，所以最新呢，它祭出的這個叫做新長城的堡壘工程。好，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強化包括在內部產業的備援、戰略儲備，還有呢內部工業的布局等等。我們先來看到4大戰略布局有哪一些哦？看到 CG 包括了這個產業的內移，它將半導體啊、醫療等等的關鍵產業就遷往四川重慶，以這邊為戰略的腹地，建立戰時工業後方，再來強化戰略的儲備，包括基本的國家運轉需要一些能源、糧食、原料等等。軍民融合的部分，基礎設施是隨時都可以轉為軍用的。最後就是增加國家的一個動員能力。現在有一個說法，是不是有一點像是模仿當時複製2戰對日作戰時的一個消耗戰的一個狀態？上次哥怎麼看？現在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國哈，現在中國的強大，中国的有很多東西不太一樣了，特別是一些包括在國際當中的處理，我們現在講說，包括這些稀土啊、管制等等，都是過去沒有出現的。所以呢，在很多的国家研究當中，日本不得不說是研究，因为日本本来都知道很愛研究嘛，數據啊、資料都要掌握，而且日本很愛分析，日本連電視上的綜藝節目都會在分析中國社會、分析全世界，我們都沒有看到綜藝節目為什麼要分析呢？但日本唯獨不太做預測，他們很謹慎，所以日本很多的產業自己本身分析了半天，可是自己這個國家都很多抉擇都做得亂七八糟。好，但在研究中國方面，卻是日本長期以來民間有非常多的智庫很深入的研究，而且相較於可能歐美當中，在研究當中還是霧裡看花。日本因為對中國接近，而且大家都有很多的東方國家的一些思路、決策，包括政府的決策，所以這研究才會出現了這種講說，認為中國會10年內一戰。這不是最近提出的，這是10幾年前就已經有好幾個智庫提出，而且很集中在2020到2030年。好，這裡頭我們首先先要看。不得不說，還是有點道理哦。包括最近我們現在講2027年，現在都說2027年可能兩岸台海會發生戰爭，主要的原因是2027年，大家不要忘了是解放軍建軍100年。除此之外，是習近平每5年當中的這個另一屆的他的權力，中共的全代會要讓習近平繼續主政5年，也是2027年。除此之外呢，2029年是中共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謂的新中國建國80週年，也就是說2027到2029乃至到2030，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時間。所以中國會不會處理很多歷史上，包括兩岸要統一，包括對於日本要清算，包括中美之間要大對決呢？所以這是整個我想在現在在思維10年內不會有一戰的最重要的時間背景。當然這裡頭日本所研究的東西是有點意思，雖然有點我個人認為有點偏見。首先他們就覺得中國大陸這些年，特別是這10多年來，剛剛講內政的決策、法政的這些體制的設計有非常大的改變。比如說到大西部去開發，日本就覺得莫名其妙，那個地方都沙。從中國的角度就是說，當然要開發啊，那邊要平衡啊，往大西部，而且要治沙，是中國治沙了幾十年，能源要開發。我們從中國大陸我們的理解不是很正常，可是日本就會覺得，喲，你往大西部去，是不是要建一個後第3階段的這個對抗？為了打仗，你才要牽着大西部。所以，而且他們認為，現在中國大陸在擴充很多，像石油儲備到天亮。這都不是正常，所以是不是為了要打仗，所以你有這種生存能力的儲備，各種都來儲備，還有包括他們也發現了，你對於這些解放軍的戰士，包括一些輔具都有很大的改變，所以這就是日本在思考歸納變成都是不是為了準備一場大打仗。然而這些研究現在我們不得不說，也變成現在日本軍國主義。研究說，中國現在準備打仗，會不會打我們日本啊？所以現在日本要發展軍國主義當中，也引用了這些日本民間的思路，認為中國就是為了打仗，所以日本也要強大，跟建設部的這個軍事起來。所以這整個思路邏輯也變成雞生蛋，蛋生雞，大家都變得很複雜了。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